老师无意间听见班上成绩第一的女学生竟交了个大她20岁的男朋友，然而老师只当这是学生之间的玩笑，因为女孩高中3年一直名列前茅，绝不可能在毕业前做这样的蠢事。可没想到第二天珍妮就逃课外出，还上了男友的豪车。她跟随着一起来到艺术品拍卖现场，本以为男人只是带自己长长见识，没想到对方却把竞拍权交给了他。 What? Any further bids? Any more? 120 guineas from the very eager new bidder. 一旁的老者也对画作感兴趣，但在男人的不断示意下，最终这幅油画被这个穷学生以200几尼的价格拍下。1几尼是由 7.7 克黄金制作，虽然黄金在那时没有现在这么高的价值，但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仍是一笔不菲的财富。男人把珍妮带进了一个全新世界，他们到华丽的音乐殿堂中聆听交响乐的艺术盛宴，还一同出席奢华晚会，享受上流人士的高雅格调。珍妮沉醉在这纸醉金迷的世界中，她的个别成绩也一落千丈。3好学生偏科成这般模样，作为班主任的老师也非常着急，可即便他联合校长多次劝告女孩，也没有让她回心转意。一段时间后，老师竟收到了珍妮送的高级香水，但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珍妮是自己一心培养的优秀学生，本来可以冲击牛津大学的，现在却自甘堕落，放弃大好前程。看着珍妮离开的背影，老师还是忍不住再次出言劝诫。 Is your boyfriend interested in clever Jenny? I'm not quite sure what you're trying to tell me. I'm telling you to go to Oxford no matter what. Because if you don't, you'll break my heart. 珍妮不理解老师这样做的意义，反问对方虽然是剑桥毕业，可还不是在这女子高中批改着枯燥无趣的学生作业吗？ Eaten in wonderful restaurants and been to jazz clubs and watched wonderful films. Heard beautiful music. And yes, maybe we'll go to Oxford, but if we're all going to die the moment we graduate, isn't it what we do before that counts? I'm sorry you think I'm dead. 老师不明白曾经优秀的学生为何会变成了这个样子，但这其实和家庭有着莫大的关系。珍妮的父亲从不允许她浪费时间去发展爱好，即使是能作为升学面试加分项的大提琴，他也不让女儿过多练习。 So when they ask you at the Oxford interview, what is your interest or hobby, you can say the cello and you won't be lying. A hobby is a hobby. They don't want that at Oxford. 珍妮是个喜欢音乐与艺术的文艺青年，可是每周就只有1节学习大提琴的课程。她从小在父亲严格要求下长大，只有在拉琴的时候才能有些许喘息。这天他冒雨等着公交，突然一辆豪车停在了面前。 Hello. If he had any sense, he wouldn't take a lift from a strange man, but I'm a music lover and I'm worried about your cello, so what I propose is you put it in my car and walk alongside me. How do I know I just drive off with the cello? Good point. 男人思考片刻，决定掏15英镑作为抵押。看着对方真诚又笨拙的模样，珍妮忍不住被逗笑。大卫将女孩的东西放到车上，开着车低速行驶，陪伴着珍妮步行回家。2人从音乐会展开话题，聊到喜欢的演奏家。男人幽默风趣的言语逐渐让珍妮放下了戒备。随着雨越下越大，女孩也选择了上车躲避。大卫成熟稳重的驾驶，言行举止也把握得恰到好处。2人聊得十分投缘，即使到了家门口，珍妮也仍旧滔滔不绝地分享着自己的想法。 If I get to university, I'm going to read what I want and listen to what I want, and I'm going to look at paintings and watch French films, and I'm going to talk to people who know lots about lots. 本以为这只是一场好心绅士的乐于助人，不是一个阶层的2人，此后也再无交集。但没想到几天后，珍妮又在学校附近遇上了男人。她热情地上去打招呼，感谢大卫的帮助，而对方顺势提出周末晚上要和朋友一起去听法国著名作曲家拉威尔的音乐会，询问女孩有没有兴趣一同前去。My friends Danny and Helen would be coming too, so it wouldn't be, and if your mother and father disapprove, then you can have the tickets and go with one of them. How does that sound? Thank you. 珍妮答应了大卫邀请，还约好散场一起共进晚餐，但对此父亲却是极力反对的。况且他对音乐也没有丝毫兴趣，更不可能陪女儿前去。而母亲认为珍妮喜欢音乐，有这么个机会应该支持。她不愿意，那自己就陪女儿去。夫妻2人还没争论出结果，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看着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显然是自己无法企及的高度，或许是害怕刚刚的大声喧哗被对方听到。父亲一副犯了错的样子，语无伦次地跟对方解释。Sorry, it's just that I'm not the kind of person who would be against.
I'm Jack. This is my wife, Marjorie. You didn't tell me I had a sister, Jenny. 大卫的幽默讨得了母亲的喜欢，同样也得到了他们的允许。就这样，在大卫的带领下，二人手牵手奔跑来参加音乐会。他认识了大卫的朋友丹尼和海伦，也是因为这对夫妻，珍妮才有机会体验拍卖的爽感。他们听说女孩的目标是牛津大学，提议周末一起去牛津游玩，提前感受学校的氛围。但珍妮表示，父亲是不会同意她在外过夜的。 He'd have you arrested. We'll see. I bet you can't. How much? I'd be careful if I were you, Jenny. You don't know who you're dealing with. Half a crown. You're on. 可还没等到周末，珍妮就收到了成绩单。拉丁语老师严厉地批评她成绩下滑，刚够及格线，可是考不上牛津的。父亲得知消息很不满意，要是女儿考不上一个名校，那这些年花在她身上的钱全都白费了。 Nix, well, I'm just throwing good money after bad. Well, she might meet a nice lawyer. 原来父亲的真实目的根本不是想要提升她自身的修养，只是为了女儿未来能给她钓个金龟婿。父母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这让珍妮心里埋下一颗自我怀疑的种子。如果学习是为了嫁个好人家，那现在身边就有个不错的人选啊。果然大卫的能力远比他想象的厉害，原本家里紧张的氛围竟被他轻松化解。大卫此行是来完成与他的赌约的，男人谎称自己是牛津毕业，周末约好了与曾经的老师聚会，对方正是《纳尼亚传奇》的作者。He wrote a children's book called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that did very well, I believe. C.S. Lewis. Well, to us it was just the old codger who taught medieval lit. 得知大卫要去见牛津的名师，父母二人也觉得这样的机会难得。在听到还有女性朋友一同前往，夫妻俩彻底放心，同意了他带女儿去牛津过夜的请求。到了周末，海伦帮珍妮做了个实心的造型，四人一起踏上牛津自驾之旅。珍妮第一次见到了梦想学院的德克利夫图书馆。逛完牛津大学后，他们来到了附近的一所小酒馆。海伦吐槽着这里的大学生全是满脸痘印四眼妹。I mean, most girls aren't born ugly, but most girl students seem to be, so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about these places that make you... 海伦虽然看着雍容华贵，但是却没有一点的文化修养。她不明白女孩为何会想来这种地方上学，珍妮也不知该怎样向她解释。之后，大卫伪造了刘易斯的签书寄语，给珍妮回家向父母交代。晚上，他们并没有照原计划的那样分房。珍妮虽然在心底里默认了大卫男友的身份，但却还是提出自己的要求。I'm virgin, and I want to stay that way until I'm 17. I think that's good. I think that's right. 听到大卫也是这样想，珍妮真觉得自己遇上了真命天子。不过二人约法三章过后，大卫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想法。May I have a look? Just a peek. You just want to see them. 珍妮满足了大卫的愿望，而对方也并没有食言。大卫的履约让珍妮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而隔天一早，这个完美无缺的男人也将暴露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们来到一处破旧房子前，珍妮刚跟着一同下车，就被海伦叫停，表示他们女人不参与生意的事情。Helen will look after you. I don't need looking after, thank you very much. David?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a second time. 丹尼好像突然转变了性格，而大卫也一句话都没说。二人的行为让珍妮着实摸不着头脑。可等他们出来，手中却多了一件被衣服包着的东西。海伦迅速就上了车，随后招呼着珍妮快些离开。她不知所措，只能照做。直到看到车上的古董地图，才知道他们做的是不正当的生意。一回到小镇，珍妮就迫不及待地要远离他们，而大卫也立即追上去解释，这些古董放在不识货的农民手里，简直就是暴殄天物。 Should be with us. We know how to look after it properly. We liberated it. Liberated. Yeah. That's one word for it. 大卫表示，他们没有珍妮聪慧过人的头脑，为了更好的生活，只能选择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况且他们很少这样做，主要的生意还是靠转卖房屋赚取差价。大卫把主业包装成了房屋转售商，但实际上还是违背道德的灰色产业。他专挑害怕有色人种的白人房东下手，热情地帮黑人搬进公寓，再从房东手里低价收走房源。 That's what I do. If you don't like it, I'll understand. And listen to the home service. Restaurants and the concerts, they don't grow on trees. This is who we are, Jenny. 大卫坦诚的态度赢得了珍妮的原谅，虽然做的生意的确不光彩，但的的确确没有违反当地的法律。就这样，他彻底接受了不完美的大卫。 You have no idea how boring everything was before I met you.
And sometimes I think no one's ever done anything in this whole stupid country, apart from you. 回家后，珍妮掏出了赠书，父母看着伪造的寄语，高兴得合不拢嘴，大肆夸赞大卫是个有能力的人。之后，他们也不再对珍妮与他来往有任何意见。在过完17岁生日后，珍妮本想跟着他去趟巴黎游玩，但是父亲以太远为由拒绝。大卫连忙吹捧对方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但看着父亲严肃的表情，一旁的珍妮也开始遗憾了。可这时，父亲却问起了海伦会不会去。只要有女性同伴作为挡箭牌，珍妮可以肆无忌惮地远行。她跟随着来到浪漫之都，享受了与男友的二人世界。同时也在这儿，她把自己彻底交给了大卫。珍妮在之后的日子沉醉于大卫为她构建的纸醉金迷中，但是她的成绩除了本就学得不好的拉丁文惨不忍睹，其他科目还是能保持优秀的水平。丹尼看出了珍妮的特别之处，意识到她不应该这样糜烂，于是上前借着跳舞想要提醒女孩。可还没等二人说上两句，大卫就赶紧招呼珍妮离开，说自己有急事需要处理。他带着女孩来到车旁，在后备箱里翻箱倒柜地找东西。What are you doing? Will you marry me?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I thought I had a ring. Oh, David. I'm serious. 珍妮对此有些惊喜，但更多的还是不知所措。她暂时没有回复对方，而是回家咨询父母的意见。What if I got married instead of going to college? 父亲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女儿钓个金龟婿，自然不会对大卫有过多的意见。All that Latin, all those essays. What was the point? Why didn't you just send me prowling around nightclubs? He wouldn't want you if you were thick, now would he? 父亲牵强的解释让珍妮接受了大卫的求婚，学习对她没有了意义。曾经被老师捧在手心的宝，如今也成了课堂上插嘴的捣蛋鬼。而珍妮手上的婚戒是那样刺眼，老师命令女孩收起来，可她非但不收敛，还故意在同学面前炫耀。Oh my God. I'm going to be a bridesmaid. You know the school rule on jewellery. Half the girls in this room are wearing jewellery. Yes, but none of it's going to ruin their lives. 老师的劝诫对她没有一点作用，为了不让她影响同学，这件事被移交给了校长处理。可即便是到了这里，珍妮还是坚称自己已经达成了理想生活，不需要再白白浪费精力。最终她选择了退学，回去准备迎接幸福的婚后生活。这天，大卫接上一家三口，准备去酒店庆祝订婚。在等待加油的间隙，他走进了一旁的便利店，而车上的珍妮习惯性地打开储物格，却无意间发现了一沓陌生的信件。上面的信息让他瞠目结舌。Jenny. Take us home. 后排的父母一脸茫然，而大卫也按照要求将他们送回了家。等父母进屋以后，珍妮气愤地质问大卫，信上的署名为何全是大卫夫妇？ You're married. Legally, yes, but When were you going to tell me? 从上面的信息来看，这一年来他应该一直都和妻子住在一起，甚至房屋的住址离自己家不过2个街区。大卫还是一副可怜的样子，表示自己可以离婚，试图请求他原谅。而珍妮听不进去任何解释，只要求他2分钟内去给父母坦白一切，他就可以不计前嫌。可是满脸泪水的珍妮最终还是没能等到他所期待的结局。大卫无情地离开了。第二天，他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了信上的地址，可是看到大卫妻子一手牵着儿子，一手还抚摸着二胎，瞬间就明白自己听到的全是谎言。然而对方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因为这不是第一次有陌生女孩找上门来了。Good God. You're a child. You're not in the family way, are you? 得知大卫是个玩弄女孩的惯犯，珍妮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把自己关在卧室，不吃不喝。愚昧的父亲也是终于清醒，他为自己最初的教育目的而道歉。而其实几天前，他们就听到广播中提到，刘易斯早在5年前就去了剑桥大学，所以他们不可能在牛津见面，更不可能拿到对方的亲笔签名的赠书。父母没有戳穿，只是因为这是女儿连同大卫撒下的谎言。他们抱着一丝希望去赌大卫对女儿的爱，只可惜这次彻底的输了。珍妮失去了一切，现在她想要重新回到学校。她拜访了老师的家，可这里却与自己的想象天差地别。老师家里格外的温馨，一方小天地里摆满了阅读过的书籍，中间还放着一台精致的钢琴，同样也有古董油画收藏，
与曾经他拍下的那幅不同的是，这全是靠老师自己得来的。 I'm sorry I said those silly things. Let's forget about it. 老师对女孩拜访的目的心知肚明，只不过他没有开口，而是闲聊着各种兴趣爱好，等着对方自己主动争取。 Miss Stubbs, I need your help. I was so hoping that's what you were going to say. 在老师的帮助下，珍妮重新拿起了书本，曾经对她没有意义的知识，现在成为了武装自己的最强武器。在300多个挑灯夜战过后，珍妮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一封来自牛津的信件，她骑着单车再次来到这熟悉的地方。与上次不同的是，她是靠自己的努力走到这里。珍妮的沉沦并非单纯的虚荣，而是对捷径的渴望。大卫的谎言之所以能得逞，不仅是因为他的手段高明，更是因为这个社会给女性的出路太少，才让捷径显得如此诱人。人们眼里只有功利主义的社会观念，除了结婚生子，他们看不到其他的归宿。甚至女性即便是考上牛津，也常被视为提升婚姻筹码的工具。所以珍妮想象不到受过教育的独立女性会有怎样的出路。虽然老师的确是每天都在伏案批改枯燥的作业，但这是她出于内心的选择。对她而言，这就是有意义的人生。每一个还未长大的孩子都应该看看《成长教育》这部电影。那些靠依附获得的物质会随着依附对象的离开而消失，唯有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的能力才是永远不会失去的财富。